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介绍的书是季阳高穗老师的《活到100岁的健康饮食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的统计数据，日本的平均寿命为84.2岁，在183个加盟国中排名第一。100岁以上的长寿人口也在逐年增加。截至2018年9月，在日本大约有7万名100岁长寿者。虽然拥有超过100岁的人数增加是值得庆祝的，但背后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需要介护的人口比例也在增加。日本90岁前半的需要护理的比例约为60%，而95岁以上的则接近80%。长寿固然值得庆贺，但如果长时间处于卧床或需要护理状态，不仅对自己造成痛苦，也给家人和周围的人带来负担。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也会给支撑老年人的年轻一代带来很大的困难。所以，成为一个健康的长者也是对社会的贡献。老年时期必然会面对各种健康问题，但在应对这些问题的同时，追求健康、自立的长寿生活才是实现真正100岁人生的关键。接下来，我将从本书中挑选出以下3点内容来介绍。第一章：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地区日本和香港有哪些共同之处？第二章：为健康长寿而设的饮食6大原则。第三章：提升免疫力的生活习惯6大原则。即使年过100岁，依然保持活力和自立的长寿者们，平时都吃些什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作为一位名医，作者揭示了长寿的秘诀，请大家一定要观看到最后。那么我们开始吧。首先是第一章：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地区日本和香港有哪些共同之处？1950年，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为58岁，女性为61.5岁，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这个数字迅速攀升，男女平均寿命都达到了70岁。到了1990年，女性的平均寿命超过了80岁，而到了2013年，男性的平均寿命也超过了80岁，并持续增长。当然，这不仅仅是日本的情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延长，女性平均寿命长于男性。这一趋势不仅存在于日本，也是全球的共同现象。然而，日本的平均寿命增长速度异常突出，超过了其他国家。在过去的30多年中，日本一直保持着世界顶尖水平的平均寿命。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的医疗体系非常稳定。日本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所有公民都必须参加。这个制度几乎覆盖了所有医疗费用，除了个人部分的自付。这使得人们在生病时无需过多担心金钱问题，能够及早就医。在日本，使用公共医疗保险就诊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国民医疗保险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罕见且非常优越的。尽管存在各种问题，但正是由于这一制度，日本人能够及时接受诊断和治疗，对于平均寿命的延长和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个使日本人寿命增长的重要原因是饮食。传统的日本饮食以蔬菜、海藻、大豆及其制品、鱼类等为主，采用一汁三菜的餐饮方式。这种日式饮食富含现代人常常缺乏的食物纤维，动物性脂肪较少，同时又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营养平衡。相比于肉类丰富、高脂肪的西式饮食，日式饮食对抑制动脉硬化也有一定的效果。动脉硬化的进展会导致全身衰老加快，同时也是脑梗塞和心肌梗塞等严重疾病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的日式饮食功不可没，对于延长日本人的平均寿命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尽管日式饮食对健康有益，但过去存在高盐分和蛋白质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被认为是1950年前日本人寿命较短的原因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食品状况急剧改善。尽管如此，传统的一汁三菜饮食结构仍然保持着，这一点被认为是日本平均寿命飞跃增长的重要因素。近年来，
日式饮食作为健康食品，在欧美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我们应该积极地采用日式饮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近年来，香港是与日本竞争平均寿命第1位的代表地区。虽然香港的食文化与日本有很大不同，但它隐藏着长寿的秘密。香港是一个人口密度极高的地区，人口超过740万，占据了东京都1半的面积，被认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高楼大厦密集，夜晚闪烁着霓虹灯的商业都市，乍一看与长寿的形象似乎格格不入，但实际上，支撑长寿的因素有很多。首先，香港人遵循医食同源的饮食理念。医食同源意味着医疗和食物的源头相同，饮食可以塑造身体，预防和治疗疾病。这个概念起源于中国的药食同源。中国的食品中很多具有类似中药的功效，因此医食同源的理念在香港也得到了传承。特别是在香港主要流行的粤菜中，以清淡的炒菜和蒸海鲜为主，充分展现了蔬菜的原味，是一种平衡营养的健康食品。这被认为是香港平均寿命增长的原因之一。在香港，除了饮食习惯外，还有运动习惯的养成，例如高龄者在公园里进行的太极拳等，这也被认为是延长平均寿命的因素之一。此外，尽管香港被山脉和海洋环绕，但城市中高楼林立，导致许多人需要经常上下坡道和楼梯，这也有助于维持老年人的体力。一般来说，香港的老年人不仅活跃，而且经常与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享受餐厅、小吃摊等。他们也经常参与麻将、象棋等活动。这些也许与城市的名称有关。从过去的香港例子可以看出，日常的健康生活习惯对于长寿至关重要。接下来是第2章为健康长寿而设的饮食6大原则。作为癌症治疗的专家，作者强调了实现长寿所需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自然治愈力。自然治愈力是指身体快速修复损伤的能力，以及在病原体或异物侵入时清除它们的免疫力。以下是有助于维持和增强自然治愈力的6项健康长寿饮食法。1、主食应以谷物为主。2、摄取足够的蔬菜和水果。3、控制盐分摄入。4、多吃鱼类和海鲜。5、适度享受肉类和油脂。6、饮食应适量，达到7、8分饱。接下来我来逐一解释一下。首先是第1项，主食应以谷物为主。人类长期以来的主要食物是谷物、蔬菜、水果和坚果等植物性食品。在这些植物性食品中，谷物一直是人类饮食的主要组成部分。谷物的主要营养成分是碳水化合物。虽然食物纤维属于碳水化合物的一种，但由于人体无法消化，因此不被视为糖类。糖类在细胞内燃烧并产生能量。脂肪和蛋白质虽然也能提供能量，但人体利用糖类生成能量的过程最为直接简单。糖类是一种干净的能量来源，不易产生多余废物。然而，如果摄入过多糖类，会导致能量过剩，转化为脂肪储存。此外，若大量摄入糖类却缺乏必要的维生素 B 群，会引发各种身体不适。若不摄入食物纤维，只摄取纯粹的糖类的话，血糖水平会急速上升，给身体带来巨大负担。因此，摄入的能量约1半来自谷类、豆类、薯类等碳水化合物，以确保充分摄取糖代谢所需的维生素 B 群，并且与富含食物纤维的蔬菜、海藻和蘑菇等一同摄入是至关重要的。请牢记这一点，并以谷物为主食是长寿饮食的关键。接下来是第2项，摄取足够的蔬菜和水果。根据作者观察，几乎所有长寿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充分摄取蔬菜和水果。蔬菜和水果是人体无法合成的维生素、矿物质和食物纤维的重要来源。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不仅可以减少摄入盐分的危害，还能提供细胞所需的钾。此外，蔬菜和水果富含抗氧化物质，有助于中和活性氧化物质，预防癌症、动脉硬化和减缓衰老。
为了充分摄取蔬菜和水果，除了直接食用外，也可以选择榨汁或搅拌形式摄入。作者建议每天摄入10种以上的蔬菜和水果，既可饮用榨汁，也可作为正餐搭配。每天饮用400毫升到600毫升的新鲜果汁。饮食中摄入约350至500克的蔬菜是一个良好的目标。这里提到的果汁并不指添加了糖并去除了食物纤维的果汁，我们应该选择直接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榨成的果汁。接下来是第3项，控制盐分摄入。日本饮食因为平衡健康而受到世界的赞赏，但唯一的缺点是摄入过多的盐分。近年来，日本也开展了减盐运动。尽管如此，日本人的盐摄入量仍然过高。过量的盐分会导致高血压和血管损伤，成为健康长寿的大敌。同时，过量的盐分会与幽门螺杆菌一起破坏胃黏膜，增加患胃癌的风险。另外，过多的盐分会扰乱细胞的矿物质平衡，增加患癌症的风险，并加速衰老。根据厚生劳动省的建议，成年男性每天的盐摄入量应不超过8克，女性不超过7克。然而，根据平成29年的国民健康营养调查结果，日本人的平均盐摄入量分别为成年男性10.8克和女性9.1克，远高于建议值。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对于癌症患者，建议尽可能的在饮食中不要加盐。对于其他人则建议每天盐分摄入不超过5克，这意味着尽量避免食用盐分较高的加工食品，并在使用调味料时控制盐分在5克以下。对于习惯了高盐饮食的人来说，这样的建议可能看起来难以执行，但只要稍加努力，达到这一目标并不是不可能的。减盐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大胆尝试淡味食物会让你意外的很快适应。接下来是第4项，多吃鱼类和海鲜。动物性食品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对于实现健康长寿的人来说，摄入适量的动物性食品是常见的。然而，四脚动物肉类中除了蛋白质外，还含有大量的动物性脂肪。过量摄入动物性脂肪会导致各种疾病，应该尽量避免摄入过剩。在这里，作者推荐以海鲜作为蛋白质的来源。鱼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除了提供优质蛋白质外，还含有钙等易于缺乏的矿物质。此外，鱼类还富含 EPA 和 DHA 等脂肪酸，这些是所谓的 Omega-3不饱和脂肪酸，具有降低血中胆固醇、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这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及由此引发的中风、心绞痛和心肌梗塞等疾病，让血液畅通到身体的每个角落，使得免疫细胞如白细胞和淋巴细胞得以及时抵达，从而增强免疫力。接下来是第5项，适度享受肉类和油脂。过度偏食四脚动物的肉类，如牛、猪和羊肉，会增加患癌症和老化的风险。过量摄入这些肉类还可能导致动脉硬化、过敏性疾病以及炎症性肠疾病等疾病的恶化。因此，作者建议将这些肉类的摄入量控制在每周约2至3次左右。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建议以鱼类、蛋类、大豆及其制品以及脂肪含量较少的鸡肉为主。防止过度摄入牛肉和猪肉的最简单方法是不要连续2天食用。吃完牛排、猪排等其他牛肉和猪肉菜品后，第2天的主菜应该选择鱼类或鸡肉。相反，如果前1天没有吃牛肉或猪肉，那么第2天就可以吃了。尽管鸡肉在广义上属于动物性肉类，但与四脚动物的肉类有所区别。鸡肉中含有较少的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动脉硬化和癌症的风险。尽管如此，摄入过多脂肪也不利于健康，因此在选择鸡肉时，最好选择少脂肪的鸡胸肉。接下来是第6项，饮食应适量，达到7、8分饱。个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许多长寿者的饮食习惯共同之处就是控制饮食，不要过度进食，保持7、8分饱的状态。饮食过多不仅容易导致肥胖，还会增加身体老化的活性氧化物质生成。有害的活性氧化物质不断在我们体内产生，
但其生成方式受到条件的影响。例如，适度运动可以减少活性氧化物质的生成，但过度剧烈的运动反而会增加其生成。然而，更多活性氧化物质生成的因素实际上是过度进食。Sirtuin 基因也被称为长寿基因，通过活化可延长生物的寿命，通常处于休眠状态。据说某种刺激可以使其活化。目前已经明确了减少摄入食物是其中一种方法，并且这一点受到了广泛关注。最近的研究表明，减少每天摄入能量约25%可以激活 Sirtuin 基因。这一结论与注重饮食节制的长寿者的事实相符合。长久以来，人们试图通过进食或少食来治疗疾病。作者认为这也与这一观点有关。然而，对于老年人来说，过度减少饮食可能会导致体力和抵抗力下降，因此需要适度掌握，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饮食量，并坚持下去是至关重要的。饮食的适量会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而变化，请大家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做出正确的判断。接下来是第3章，提升免疫力的生活习惯6大原则。为了增强自然免疫力并保持免疫系统的健康，除了饮食习惯外，生活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也至关重要。为了确保自然免疫力的提升，必须确保血液和淋巴液的畅通循环。免疫细胞，如白细胞和淋巴细胞，通过血液在全身循环，以清除外来侵入的病原体。此外，用于细胞再生和修复的营养物质也通过血液输送到身体各处。因此，良好的血液循环不仅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和修复。在这里，我想简要介绍一下为了健康长寿而必要的6项生活习惯原则。首先是第1项原则：适度的运动。大多数健康长寿者都有适度的运动习惯。过度剧烈的运动不仅容易导致身体损伤，还会增加活性氧化物的生成。建议每天进行约1小时、速度适中的大约7000步的步行运动。另外，每周进行1次稍微挑战自己的运动也会更加有效。建议选择慢跑或者游泳等运动。接下来是第2项原则：40度10至20分钟的热水浴。除了运动之外，每天泡温度在40度左右，持续10到20分钟的热水浴也对促进血液循环非常有益。最近许多人可能更倾向于只洗淋浴而不泡澡，但是如果追求健康长寿的话，建议还是花一点时间慢慢泡在热水澡里更好。泡澡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免疫力和代谢，这些效果仅通过淋浴很难达到。水温最好根据个人的喜好来调整，选择舒适的温度入浴，这样可以达到放松身心、促进血液循环的效果，非常重要。接下来是第3项原则：每天排便1次以上。排便问题与饮食一样重要。便秘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衡，大肠杆菌和葡萄球菌等增加，这些有害物质会影响健康并加速老化。便秘还是大肠癌的危险因素之一。要改善便秘，除了要适度运动外，还应多摄入蔬菜水果、海藻、豆类、薯类和未精制的谷物等富含食物纤维的食物。食物纤维在人体内几乎不被消化吸收，而是在肠道中吸水膨胀。摄入大量食物纤维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使其达到适度的软度，从而促进顺畅的排便。保持不过多的压力也是促进排便的重要因素，因为自主神经在控制内脏和血管功能时起着重要作用。当副交感神经活跃时，肠道活动也会增强，从而促进排便。让我们努力追求一个能让副交感神经主导的放松生活。接下来是第4项原则：保证每日7至8小时的充足睡眠时间。睡眠时间对于健康和长寿至关重要。睡眠不足有很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但与心脏健康相关的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心脏作为将血液输送到全身的泵，不停地工作着。让心脏稍事休息的时刻是在睡眠或休息时，这时身体是横躺着的。当站立或坐着时，心脏必须逆向重力推动血液，
然而，当身体平躺时，心脏和全身几乎处于相同的高度，可以轻松地推动血液。据说，心脏可以连续逆向重力工作大约13小时，超过这个时间将给心脏带来负担，维持血液循环会变得困难。随着年龄的增长，长期使用的心脏更容易承受负担，因此至少要确保充足的睡眠时间来让心脏休息。一天睡眠7到8小时是一个良好的指标，所以请务必保证充足的睡眠，让心脏得以休息。接下来是第5项原则：拥有兴趣和生活目标。健康长寿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享受生活。虽然每个人的工作和兴趣各不相同，但长寿者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过着生活。与只埋怨生活并且缺乏兴趣的人相比，即使面临一些不适，但拥有兴趣和工作的人会充满生活的活力。即使对于没有兴趣的领域，尝试一下，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积极主动地挑战自己，可能会发现新的自我。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尝试不同的事情，也会激发大脑的活力。请尽量不要因为困难而退缩，勇敢地尝试各种事物。接下来是第6项原则：早期诊断和治疗。随着年龄的增长，患各种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能够早期发现疾病，就能够从更多的治疗选择中做出选择，从而减轻对身体的负担和损害。特别是癌症、糖尿病和高血压等疾病，越早发现，接受的治疗效果就越好。因此，定期进行健康检查非常重要，请确保及时接受。在日本，每年进行1次定期体检和各种癌症筛查以及特定健康检查等项目都受到工作场所或自治体的指导。即使是那些年轻时从未接受过检查的人，也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